欢迎来到岳雷的妙想故事。这次要说的故事是嘉伦的红鞋。嘉伦，你怎么又穿这双鞋？都快破洞了。妈妈看着我这双旧布鞋，语气里满是心疼。我撇了撇嘴，把脚往后缩了缩。这双鞋是村口张奶奶用旧衣服帮我改的，轻巧是轻巧，但样式老旧，和班上同学那些名牌运动鞋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没办法啊，妈，我只有这双。我低声说，妈妈叹了口气，没再说什么。家里的条件不好，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妈妈一个人打好几份零工，才勉强撑起这个家。我懂她的辛苦，也从来不敢开口要什么。只是每个礼拜一早上升旗，看着同学们脚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潮鞋，我心里还是会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羡慕。张奶奶是个手艺很好的裁缝，虽然年纪大了，眼睛有点花，但一针一线都透着古匠心。那天放学回家，她神秘兮兮地从一个旧布袋里掏出一双鞋。嘉伦啊，这是我用剩下的一块红布给你做的，你穿穿看合不合脚？接过来一看，那是一双纯手工缝制的红色布鞋，鞋面光滑，鞋头圆润。虽然不是什么名牌，但那抹鲜艳的红色却像一团火，瞬间点亮了我的心。张奶奶，这太漂亮了！我惊呼一声，迫不及待地穿上。鞋子不大不小，刚刚好合脚，踩在地上软软的，仿佛踩着云朵。喜欢就好。这块布啊，是以前给人家做旗袍剩下的，颜色喜气，希望你穿了也能开开心心。那天晚上，我抱着那双红鞋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从没拥有过这么亮眼的鞋子，舍不得穿，又忍不住偷偷拿出来欣赏。它就像个小小的宝藏，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床底下。那年，妈妈因为过度劳累，身体终于撑不住了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努力地睁开眼，对我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，轻声说道：没事，别担心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医院的诊断结果像是晴天霹雳，医生说妈妈的身体早已透支，情况非常危险，住院费、医药费像一座巨大的山压垮了我们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。妈妈在医院撑了不到2个月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葬礼那天，我穿着那双张奶奶送的红鞋，站在妈妈的坟前，宾客大都是亲戚和妈妈生前的好友。就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时，一个衣着考究的老太太走了过来。她叫江奶奶，是妈妈以前的老板。她语气温柔地说：嘉伦啊，你妈妈是个好人，她走了，我来照顾你。我抬头看着她，她的眼神里有满满的慈爱。我知道江奶奶一直很喜欢妈妈，也常常照顾我们。跟我回家吧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孙女。江奶奶轻轻握住我的手，冰冷的指尖感受到了她的温暖。回到江奶奶家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掉了我的红鞋。看着那双曾经带给我无限温暖的鞋子在火盆里化为灰烬，我心头一紧，却也没说什么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以后你会有更好的。江奶奶递给我全新的衣服和一双闪闪发光的白色运动鞋。从今天起，你要开始新的生活。江奶奶家境富裕，我从一个从小节衣缩食的孩子，摇身一变成了住在豪宅里的高中生。江奶奶对我视如己出，给我买最好的教材，让我衣食无忧。但我心里始终有个小小的缺口，那双被烧掉的红鞋，偶尔还是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学校里有一次举办校庆舞会，大家都盛装打扮。我看到学校的一名富家女安琪穿着一双亮红色的高跟鞋，美得像童话里的公主。她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全场的目光，我心里那点虚荣的火苗一下子就被点燃了。安琪，你的鞋子真漂亮！我忍不住赞叹道。安琪轻轻一笑，语气有些漫不经心。哦，这双啊，我妈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很贵的。是啊，简直像艺术品一样。旁边的同学也纷纷附和。
我回到家，翻遍了江奶奶给我买的所有鞋子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一双像安琪那样鲜艳亮丽的。我突然想起江奶奶给我买过一条红色的丝巾，我鬼使神差地把丝巾缠在我的白色运动鞋上，再用红色的发带绑了个蝴蝶结。镜子里的自己，脚上那双改造后的鞋子虽然粗糙，但那抹红色却让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舞台上的焦点。高中生活紧凑而繁忙，我虽然成绩不错，但心里总觉得缺少了什么。直到那天，学校举行了一场即将毕业成年礼仪式，我被选为学生代表，要上台发表感言。江奶奶也特地从外地赶回来参加。仪式前，我在礼堂后台换衣服，看着身边那些精心打扮的同学，我突然又想起了安琪那双红色的鞋。我心头一热，想着如果能穿一双那样的鞋，一定能让我在台上更加光彩夺目。我偷偷溜出后台，跑去学校附近的精品店，橱窗里一双火红色的高跟鞋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。我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我一定要穿上它。我刷了江奶奶给我的信用卡，心里有点发虚，但看到那双鞋时，所有的不安都被抛诸脑后。我把鞋子藏在包里，回到后台，趁人不注意换上了那双红色的高跟鞋。当我走到台上，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时，我感觉自己就像真正的公主一样。台下的同学和老师都朝我看过来，江奶奶也特地过来看我。当我参加学校的成年礼舞会时，却总觉得脚下的鞋子似乎有股力量，让我忍不住想踮起脚尖，想转圈。我试图控制，但那股力量却越来越强烈。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扭动起来，脚下的红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，带着我在台上跳起了舞。一开始只是小幅度的摆动，渐渐的我开始旋转跳跃，像一个失控的陀螺。我已经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红鞋旁服变成了一种诅咒，让我疯狂地跳舞，停不下来。我从台上跳到台下，穿梭在人群中，脚下的红色高跟鞋发出咚咚咚的声响，每一次落地都像是敲打在我的心脏上。我不知道跳了多久，直到双脚疼痛难忍，像要炸开一样，我跌跌撞撞地跑到校园的一个角落，每一步都耗尽了全身的力气。眼前的事物开始模糊，意识如同被卷入一个漩涡，不断地向下坠落，没过多久就昏了过去。那双鲜艳的红色鞋子旁服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，突然从脚上滑落，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空气之中，只留下光裸的脚踝。江奶奶赶到医院，看到我躺在病床上，她没有责骂我，只是看着我。嘉伦，奶奶没有照顾好你。不，奶奶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太虚荣，太自以为是，才会变成这样。出院后，想到红鞋的诅咒以及带给我的痛苦，却成了我一辈子无法磨灭的记忆。我不再追求那些浮华的外表，而是把重心放在学习上。我每天在江奶奶家帮忙做家务、洗衣做饭、打扫卫生，我不再抱怨，不再攀比，只是默默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江奶奶看着我的改变，欣慰地笑了。她笑着对我说：嘉伦，你懂得了谦卑，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宝贵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我收到了一封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这是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学校，也是我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。在学校的毕业典礼台上分享我的故事，我讲述了那双红鞋带给我的诱惑和痛苦。我说，我曾经以为拥有光鲜亮丽的外表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，但我错了，真正的光彩来自于内心的善良和谦卑。当我讲完时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看到江奶奶在人群中，她的眼眶湿润，但脸上却洋溢着骄傲的笑容。那天晚上，我仰望星空，看到了一道柔和的光芒，它指引着我向着无限的天际飞去。
我知道那是来自天堂的宽恕，也是对我灵魂的救赎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虚荣就像一双美丽却有毒的红鞋，它会诱惑你，让你沉迷于外表的华丽，最终却会将你拖入无尽的痛苦。唯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谦卑地忏悔，并以一颗纯洁的心灵去面对生活，才能最终获得救赎与真正的自由。如果您看到这边，谢谢您的观看，记得按赞订阅，大家拜拜。